没有入手这台 S25 Ultra 之前啊，我每次看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勒个小东西，这也太勾人了。原因就是它看上去真的非常精致，拿起来一摸，有点硌手，但是也还是很精致。一来是这种纯直边直屏小阿角的设计本来就很有商务感，二来就是呢，三星的设计还有质感确实向来就有点东西的。简洁的四摄排列、钛金属的边框，还有几乎是4等窄的边框控制，都会让人看着就觉得它应该是不便宜。尤其是我觉得啊，在用完国产旗舰之后，再拿起三星，我单说外观啊，就外观这部分，它就是会让人觉得好像更贵、更值钱。那这期视频不是一期重度或者详尽的体验视频啊，所以我可能会更偏向于一个讨论帖吧。我主要想来和大家分享或者说聊一聊的是我比较有表达欲的影像能力，还有One UI 系统体验这2方面。那这2点其实也是我在入手这台手机之前最好奇，也是它和一众国产旗舰最不一样的地方。说实话，在这之前，如果有人问我三星的影像好吗，我可能会直接愣住。S25 Ultra 的硬件思路和我们常聊的国产旗舰完全不一样。它的主摄主打的是一手高像素，加上3倍还有5倍2枚长焦进行衔接，其实是比它的最大竞争对手 iPhone 的堆料要豪华不少啊。当然，你从这个外观也不难看出，这2枚长焦都是小底，并且也没有什么长焦微距或者是等等的特殊功能。那在实际拍摄时，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在用惯了一众德味的影调之后，我倒还挺喜欢三星的这种质感的。它既不是德味风，也不是苹果的那种算法锐化风，就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有点像是早些年 iPhone 的那种拍照风格。大概是以真实还原为主，但是略加一点 HDR 还有降噪算法。那在我看来，它其实也算得上是目前市面上算法味比较弱的产品了。就是说，它其实也并没有去刻意模仿那种相机的质感，但是这并不妨碍它的数码味很弱。那颜色风格也是这种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尤其是我觉得它对于蓝色调的处理特别好看。那在自拍的时候，对于皮肤的质感处理也不错，属于是在我上手体验了一段时间之后，让人感受到的一个意外之喜了。包括来到夜景也是这样。简单来说啊，我觉得 S25 Ultra 这个影像能力放在现在这个市场竞争下，放在这个价位段，确实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了。那我自己喜欢它，或者说我这段时间愿意用它拍照的原因，还是因为它能带来一些新鲜感。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一些不一样的情绪价值吧。视频方面，我觉得整个体验就是稳定可靠，比大多数安卓旗舰还是要更强一些的。那大家知道我平时其实是很爱看演唱会的，每一个影像旗舰的对比视频里都会有一个这种演唱会对比的环节。说实话，它的这个清晰度还有噪点控制这些其实都还行啊，尤其是在这个小底的加持下，你可以看出三星的算法还是有点东西的。但当然问题其实也存在，就像我之前在做 X200 Ultra 或者是 X8 Ultra 的视频里和大家说过的一样，就是它并没有像国产厂商那样做一个专门的舞台模式，它不能自动压曝光，也不能自动锁定人脸对焦等等，所以说看演唱会的时候手忙脚乱的，你还是得对吧，一只手拿着手机，一只手点着去这个把曝光压低啦，去锁定对焦等等，就稍微有点麻烦。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多数在使用这台手机的时候，一些这种可以说不适感吧，基本都是来自于对于这种小功能的优化。比如说它没有国产旗舰那么强的无影抓拍，再比如三星的各种设置确实是和网上说的一模一样，相当繁琐。比如说你想关闭相机的自动 HDR，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你得下载 Good Lock， 然后在 Good Lock 里面的 Camera Assistant 关掉它这个功能。不过话说回来，为啥我会在当时首发期间入手这台 S25 Ultra 呢？其实说实话，我回想起来，当时最大的动力还是 One UI 5.0，我觉得算得上是比较简洁干净的设计，然后小米 logo 同款的圆角，还有这一代 5.0 上，我认为还是比较优雅的动画设计，都是当时会让我上头的几大原因吧。尤其是在动画方面，因为我印象里 One UI 的动画好像一直是比较一般的，但是没想到在 5.0 这个版本上，三星也算是补齐了短板啊，而且甚至是连这种并行的遮罩动画等等，它都做了适配。那尤其是在我后来发掘了更多One UI的玩法之后，我发现它的动画居然还能自定义调节，就是直接拿捏了我这种非常看重动画的用户。那在这之前呢，我身边有太多的人和我念叨过One UI的好，什么高度自定义，超级个性化，也有很多人跟我吐槽过三星的设计，说用之前要么需要看很厚的One UI使用说明书，还有比如说我们刚才聊过的相机设置，各种设置都很繁琐。就是我上回关闭相机 HDR 的时候，看见了一个非常抽象的翻译，叫做什么优先考虑对焦而不是速度都来了。那实话实说，这套定制化的系统入门门槛确实不低啊，但是说实话，到现在它也是真的给我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至少我自己是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倒腾手机的感觉了。我记得在我自己之前刚有手机那会儿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天天拿着小米8还有1+7 Pro 刷机玩。那之后上了大学反而是过于频繁了。
三星现在是为数不多又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价值的厂商。那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啥也不知道啊，就是一点一点对着徐云马老师的视频做设置，先是倒腾桌面，然后设置什么左右区域的侧滑返回，折腾 Notice Star 还有 Lock Star 等等里面的各种玩法。你别说啊，这其实是挺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直到后来，比如说我坐飞机或者发呆什么的，就自己开始乱玩。就比如说在这个 Kiss Cafe 里面，一个一个尝试去找自己喜欢的键盘风格啊，就有一种赛博养老的感觉。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手机刚上手，它虽然不至于说是毛坯房吧，但大概率不会特别符合你的使用习惯。所以说这种一点一点个性化定制的感觉还是挺好的。而且确实，当你完全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去打造了一套属于你的 One UI 之后，别人上手了也不会用，它就真的好像是为你独一无二定制的。这种感觉就莫名的有一种尊贵感，或者说独特感。那简单聊几句这两年比较火的 AI 功能啊，我买的这台就是国行的版本，而且我后来也没有去折腾港版的系统，所以说它也没有 Gemini。我对它的预期就是这个 AI 基本没法用，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核心体验的功能倒也不少。那这里我跟大家聊几个体验感比较好的功能啊，首先是 Bixby 的多模态理解能力，可以通过相机或者图片、文档，还有圈屏等等方面和手机进行互动。毕竟它有这个 S Pen 嘛，虽然说我的使用频率很少，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个功能的。此外呢，就是相机内的 AI 功能，比如说音频消除，还有图像消除的体验，我觉得都挺好的。那这个消除的功能，它还可以在抠除物体之后切换位置、缩放大小，然后再填补。我其实没有想出来它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有什么具体的用处啊，但是真的不妨碍它特别好玩，我就没事就爱玩这个功能。其实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总是非常纠结啊，尤其是在写缺点或者吐槽的时候，总是非常担心很多问题呢会不会其实并不是三星的锅，只是单纯的因为我自己没有玩懂 One UI。毕竟在前后陆陆续续用了几个月，当主力机也用了1-2周之后，其实我还是没有办法说自己已经摸透了这台手机，毕竟 One UI 说明书这么厚，是吧？但我确实可以说它就是一台越用越顺手的手机。它的亮点或者说槽点都和国内安卓厂商的一种同质化设计截然不同啊。比如说，我就是觉得三星的天气设计、日历设计、钱包设计等等就是很好看，还能连接我未来的 UWB 车钥匙。还有像是什么 S Pen， 还有三星至今仍然在坚持的 DeX 模式等等啊，就是它哪都是很不一样，总会有一些很新鲜的体验。说实话，就我这段时间的体验来说，很多功能我也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它对我的实际生活、实际工作或者说效率提升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是怎么说呢，情绪价值也很重要嘛，所以用到后来我就反而是把它当玩具使了。如果放眼全球市场啊，我觉得其实只有三星才是苹果唯一的劲敌，但是三星绝对不会做出各种什么强奸苹果的招数，对吧？毕竟国际大厂嘛，还是会有自己的坚持的。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它能带给我一些不一样体验的地方。那我估计在做完这期视频之后，我应该不会继续拿这台手机当主力机，因为挺贵的，而且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确实没有国产企业那么好用。我也不太推荐屏幕前完全没有体验过三星手机的朋友们，毕竟当手机的话，还是那句话嘛，挺贵的；当玩具的话，那就更贵了。但是我还是想说，第一次浅浅用了一段时间三星之后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啊，或许在我把它卖掉之后，我可能会考虑购入一台 S25 Edge 去玩一玩，毕竟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是一台从硬件到软件都很不一样，那可能都不一定好用，但是一定会很好玩的一台手机。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点一个关注或者一键3连。好了，那就是本期闲聊的所有内容啦。那么我是小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